前两天有一艘中共的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艇级别叫094，突然出现在金门南方的台湾海峡上，突然上浮被我们的渔民目击拍摄了照片有些人问为什么这个潜舰它的背后有这么大的一块凸起这个跟大家印象里这个潜舰的样子不太一样。从这个后面的凸起就很容易的辨认这是一艘搭载了潜射弹道飞弹的战略用的核子动力潜舰。问题来了，潜射弹道飞弹潜舰美国也有可是美国的这型潜舰呢，它后面并没有这个凸起，有很多人俗称它叫龟背，就乌龟背，因为有一个隆起，很明显的隆起。那美国不会有这个东西那为什么中共的潜舰会有呢？这个龟背的作用是什么呢？这段隆起的地方是干什么的呢？它位于整条潜舰最中央的位置。那它的大小它比如说你隆起的高度取决于最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这个潜舰本身压力壳的直径，第二个是这个潜射弹道飞弹的长度。压力壳的直径当然是大一点比较好可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越做越大的话，就会有一个制造工艺上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达到足够的强度，焊接之后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圆形，这样的话它才能在潜航到比较深的海里的时候承受更大的水压。在美国的能力比如说 Ohio 2氦2级这个已是领先世界最先进的这个潜射弹道飞弹潜舰，它的圆形的压力壳在这个容纳潜射弹道飞弹的这个地方它的直径有多大基本上没有确切的数据，不过根据一般的推测大约是12公尺这是目前可以说是压力壳直径在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第二个因素就是飞弹的长度。那如果你这个科技足够庞大足够先进的话，你可以把飞弹同样射程的飞弹，你可以设计的比它小比较短，比较细比较轻美国3X级潜射弹道飞弹，它的长度大约是10公尺多。飞弹是装在一个可以承受压力的发射筒里面，住在潜舰里面呢，它只有在头部的地方比这个压力壳要多出来一点点，所以你会发现潜舰的上部也是有一点点隆起，可是这个隆起几乎是不太容易察觉，不是很明显。那就是因为第一个它的压力壳做的比较大，第二个它的飞弹可以做的比较小那我们再来看中共的动94，它的压力壳没有办法做得很大，它的飞弹就不能缩得很小，所以这一个大一个小就变成说，你要容纳飞弹发射的情况之下呢，你就必须设计一个隆起，一个省流罩来包容它，这样呢，它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尽量减少它的阻力，尽量让水流能够流线的通过，也是减少噪音的一个方法。那这个两个一比较，高下立判了美国的科技还是比中共的科技在这个方面要强一些这就好像我们高性能战斗机，它最重要核心的东西是它的涡轮扇发动机美国领先全世界，它的发动机的耐操作的时速非常的长。那其他的像中共的发动机、俄国的发动机，它也可以达到很大的推力，问题是它平均故障时间比较短，需要维修的时间比较长耐用的程度也比较短。这个都是硬科技，也就是说这不是用你偷到什么设计图或者是得到某些人的情报就可以办得到，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牵涉到冶金的工艺，还有一些很内部的很妹妹嘎嘎的这些工艺技术，这没有办法一触可及。